大家好啊，我是戴红。最近有一个很火热、很地狱的新名词“美国斩杀线”，指的是美国很多人在出现财务危机之后会沦落成流浪汉，也就是无家可归者，只能生活在城市街头、废弃建筑或临时避难所，生存条件恶劣，健康状况很堪忧啊。而且由于缺乏家人或社会的及时照料，在不幸去世之后，其尸体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暴露于自然环境，从而进入城市食腐动物的食物链。在现代城市的复杂生态体系里，食腐动物的角色往往被忽视。其实呀，它们在物质循环与生态平衡维护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正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当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不幸遇难，却没有被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其遗体时，会有哪些动物来进行大自然中分解者的工作哈。在城市中最主流的食腐分解者，除了蛆之外，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流浪狗。在大多数情况下，流浪狗们凭借着人类丢弃的食物残渣，基本能够混个水饱。然而在特定情况下，有流浪汉尸体可吃的时候，他们也不会错过这个果腹的机会。比如在2025年5月，在洛杉矶西湖街区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中，出现了一男一女2具尸体。而其中一具尸体已经被流浪狗啃食了一部分。更抽象的是，这个营地中有大量的流浪狗以及其他动物。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一名住在周围的市民表示，他在遛狗的时候，他家的狗被营地里的流浪狗袭击了。当时他报警了，洛杉矶警察局告诉他，警察对这些是无能为力呀。于是那些成群的流浪狗现今依然待在营地中，随时等待着啃食下一位不幸去世的无家可归者的遗体。事实上呢，不仅仅是流浪狗，那些家养犬和家养猫也存在吃腐肉的情况。当饲养者因病以及其他意外不幸去世后，家养的猫狗很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啃食其饲养者的遗体。值得一提的是，猫啃食人类遗体的原因貌似只局限于饥饿，而宠物犬攻击其饲养者遗体的情况还存在其他原因。根据法医学国际周刊1997年的一篇论文，论动物死后食腐行为的时间起始一文中写道，除了饥饿之外，由困惑和恐惧引起的转移行为也可能导致犬只在主人死后对其进行肢解。简而言之呀，由于犬类和人类一样能够识别表情，对面部比较敏感，所以当其饲养者去世后，狗狗可能恐怖谷效应犯了，所以肢解了自己的饲养者。另外，论文中还写道，一项历时25年的研究还表明，社会等级可能是犬只攻击的另一个原因，因为犬只可能会在其主人死后挑战其等级地位。但不管是哪种原因哈，宠物狗啃食攻击自己已故饲养者的遗体这件事儿并不算罕见。2012年，俄亥俄州伊丽莎白镇一名60多岁的老年独居男性在去世后被自己养的50只宠物狗分食，其中有几只狗不知是不愿意啃食自己主人的遗体，还是没抢过别的狗，被活活饿死了。在2014年8月份，阿肯色州范布伦县一名65岁女性在死于丙型肝炎并发症之后，其遗体被她饲养的46只宠物狗吃掉。这些狗在吃过遗体之后变得攻击性极强，当地警方被迫射杀了其中9只狗之后，才能进入其房间，并最终确认其死亡状况。2018年年底，底特律一名80岁老太太萨利霍尼切克在自己的家中去世，死亡原因是自然死亡。而在她去世之后，其遗体被她饲养的罗威纳犬以及家里的老鼠大量啃食，最终她失去了眼睛、嘴巴、耳朵和鼻子。而罗威纳犬可能是由于被困于房屋内太久了，被警方发现时也已经去世。在北美洲，说到吃货，其中最有数值的当属美洲黑熊，但是美黑的目标太大了呀，难以在城市街道中自由行进，所以城市中大量的垃圾堆、食物残渣和遗体都被其迷你版浣熊所大快朵颐。浣熊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杂食性动物，在北美大部分街道、小区的垃圾桶附近基本都能发现它的身影。浣熊的嗅觉十分灵敏，这有利于它们搜寻食物，而其双手也是十分灵活呀，甚至能打开窗户、拧开门把手。假如刚才新闻提到的罗威纳犬有小浣熊的帮助，它可能就不会困死在房间里了。浣熊在面对人类遗体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选择尸体上的一些更容易获取的部分，比如眼睛、鼻子、嘴唇等。当然哈，大部分时候美国的流浪汉貌似都能和浣熊和平相处。比如在2019年1月份，旧金山的一家麦当劳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看上去很像流浪汉的男人，疑似抱着他的宠物进入了麦当劳中并坐了下来。当热爱动物的老美民众看清了那只可爱宠物的时候，大家都被吓跑了，因为那是一只已经开始腐烂的浣熊尸体。当
当流浪汉把浣熊遗体放在麦当劳的桌子上之后，工作人员不得不立刻将其驱赶，并且把悲剧的已经死去的浣熊安葬在了垃圾桶里。可能他们害怕这位精神不太稳定的老大爷抱着死浣熊开啃，那就太恐怖了哈。当然，即便工作人员的处理十分迅速且得体，在关停5个小时后，相关卫生部门就表示这家店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这个事件依然干碎了这家麦当劳，其客流量缩减明显呀。郊狼是一种在北美地区分布广泛的犬科动物。值得一提的是，郊狼和灰狼是2个物种，但相同的是，它们都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比起大部分动物来说，郊狼貌似更善于生活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和人类进行一些明里暗里的互利共生。郊狼和人类的垃圾互利，郊狼和人类的剩饭共生。郊狼和灰狼有一点不同哈，那就是郊狼对活着的智人十分友好，比灰狼好得多。灰狼在与智人上万年的互动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变成了智人的狗，但狼群对人类的杀伤性还是相当可观的。现今在以南亚为主的很多人狼共处地区，依然有不少小孩子被灰狼袭击吃掉。而在北美历史上，郊狼袭击成年人致死的案例只有1起，而郊狼袭击儿童致死的案例也只有1起。在食物充足的季节，郊狼主要以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昆虫等为食。然而在冬季食物匮乏的时候，郊狼的食谱中腐肉的占比会大大增加。虽然大部分时候郊狼吃的一般是偶蹄目动物的遗骸，但也正因为如此呀，俄勒冈州的一些乡村地区，不知是因为政府增加了取水量，还是为何，当地山区附近的河水水位有一定的下降，这使得本来生活在山区的鹿类下山了，有些鹿甚至直接走进了居民的院子里，而郊狼们闻着味儿就跟来了。郊狼很善于群体活动，而且在吃腐肉的时候，这些郊狼会先将动物的尸体拖到相对隐蔽的地方，让围成一圈进行高效的分食。这使得很多动物学家谈到郊狼是否会吃人类遗体的时候，都会用很委婉的用词，比如理论上来说他们会吃人类遗体，但是由于郊狼这种比较隐蔽的饮食习惯，使得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比较少。红头美洲鹫是整个美洲大陆分布最广泛的鹫类，从加拿大南部一直到南美洲的最南边，几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在吃尸体这方面，红头美洲鹫堪称是专业对口啊！这些翼展可达183厘米、体长可达81厘米的大型鸟类，虽然长相略显恐怖，但红头美洲鹫几乎不会杀死活物，即使亲自捕杀，也是吃那些小鸟、小动物的幼崽以及患病个体。大部分时候，红头美洲鹫会混入其他鹫类以及其他鸟类的群体中。当其他鸟类把猎物杀死之后，红头美洲鹫再跟着吃2口，把出工不出力发挥到了极点。而在啃食人类尸体这方面，美洲鹫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当地警方的办案。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经验丰富的刑事调查人员通常会通过尸体上缺失的血肉和骨骼状况来解读死者的死亡时间。然而，经过美洲鹫的获脚，这个判断方法貌似难以进行了，因为美洲鹫们总是能在几小时之内吃光一具尸体，并且破坏其骨骼。关于这方面，2012年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法医人类学研究中心，俗称遗体农场，还专门进行了一场实验研究，通过美洲鹫对大体老师遗体的啃食来分析其影响。除此之外，渡鸦、海鸥等鸟类也会对遗体进行一些啄食，狐狸、一些啮齿类、蚂蚁等，还有水边的鳄鱼、螃蟹等，都对人类遗体青睐有加。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不管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咱都注意身体健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咱多休息，该歇就得歇呀，该玩就得玩，开心活着比啥都重要哈。关于食腐动物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3连接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